大家好，我是阿星助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究29.97的 FPS 是怎么来的。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呢，已经知道原本黑白电视它的 FPS 就是定义为30，那水平同步讯号它的频率呢，也就是 FH， 经过计算它就是 15.75 kHz。而到了要导入彩色电视机的时候，当年呢，为了不影响原有的黑白电视收视户的观看，工程师就必须要把彩度 CHROMA 讯号交错的摆放在 LUMA 的讯号上面。好，那这一部分细节，如果各位还没有搞清楚的话，就要请各位回头看第一集，看那个右上角，关于在频道内摆放 CHROMA 讯号这件事情，除了要考虑频谱的前面有 LUMA 这个讯号之外，还要考虑后面有一个声音的讯号。那看电视一定要有声音嘛？在黑白电视开创之初 ，NTSC 就已经定义好了声音这个讯号的载波，它要放在距离 LUMA 载波 4.5 MHz 的地方。好，那这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要放 CHROMA 讯号的话，这当然是没问题。问题就在于，当 CHROMA 讯号放在靠近这个频谱后半边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就会靠近声音的载波，对不对？那这么一来呢，这两个频率之间的差距，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讯号，并且呢，它会落在 LUMA 的低频位置。这个现象称为拍差 bit。它对于 LUMA 来说，它就是一种杂讯，所以画面就会有干扰。它可能看起来是雪花或者是条纹之类的。这里讲的 bit，它是来自于电视系统的非线性特性。我这边说明一下如果有两个频率相近的讯号，譬如说 F1、F2， 它同时进入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时候，在输出端除了会出现原本应该有的 F1 跟 F2 之外，还会产生出另外两个频率，一个是高频的 F2 加 F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低频的 F2 减 F1。那这个高频的部分就不会有影响嘛，但是低频的 F2 减 F1 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你如果把拍差讯号附近的频谱把它放大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拍差讯号它会落在 LUMA 脉冲的右边一点点。由于它并没有落在 LUMA 的这个输行滤波器的低点，所以呢，它就会变成 LUMA 的杂讯。于是当年工程师就想啦，如果可以把拍差移动到这两个脉冲频率的中间就好了，因为这个跟 CHROMA 讯号要放在 LUMA 的两根脉冲中间是一样的概念，因为这个位置对 LUMA 讯号的影响最低，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拍差没有办法在这个 FH 一半的地方。我们如果把声音的载波放大来看，你就会发现声音载波的频率，它并没有与 LUMA 的频率脉冲对齐，也就是说，它并不是 FH 的整数倍。如果你去数脉冲的话，就会发现声音载波是落在 LUMA 的第285到286倍的 FH 之间，而且呢是比较靠近286这里，这中间只差了 4.5 kHz， 或者你也可以说，它距离 CHROMA 的这个斜坡的右边 3.375 kHz， 这意思都一样。如果要完整描述这个 CHROMA 载波到声音的距离，那就是整数倍的 FH 外加 3.375 kHz。因为这边每一根绿色都是 CHROMA 的斜坡，你一定可以往前回溯到 CHROMA 的载波，所以呢，它就会是整数倍的 FH， 然后在右边一点点。当它变成 bit，然后整段要挪到 LUMA 载波上的时候，就会落在 LUMA 的整数倍 FH， 然后在右边一点。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杂讯，有没有？如果为了要防止 bit 杂讯，想要把它挪到 FH 的一半，那就等于说要挪动声音的载波。只要这个声音呢往右边挪动 4.5 K 就可以搞定。只是呢，这个声音载波的频率，它是 NTSC 定义的东西啊，这真的可以改吗？你真的要改规格
也不是不行啊。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只要不要改得太离谱就可以了。我们上一集有讲这个声音的载波频宽将近100K 赫兹，严格来讲啦，应该是90K 赫兹。4.5K 的偏移对90K 赫兹的频宽来讲，大概是将近5%的频率差异。这个差异其实蛮大的啦。对于原来的黑白电视机来讲，是有很高的机会没有办法锁定到频率偏差达到5%的 FM 讯号，所以这一条路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路。好，那怎么办呢？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29.97 FPS 的真正由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挪声音看起来是行不通，所以剩下来的考量就只剩下挪动 FH 的频率了。那既然声音的载波比较靠近286倍的 FH，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干脆直接把286倍的 FH 稍微往左边挪一点，这样子呢 FH 的倍频就可以直接跟声音的载波对齐，而且呢就把 4.5K 的这个差异分摊在286根的脉冲上面，这样子呢每一根的变化就会很少。也就是说 FH 它只会变动一点点，同时拍差讯号的频率也就会直接落在2根 Luma 频率脉冲的中间，这样子呢对 Luma 的影响也是最小的。那 FH 要降为多少呢？由于是第286倍的 FH 要对齐这个 4.5 Mega 的声音载波，那所以呢照这么计算的话，新的 FH 它就会是4.5 Mega 去除以286，那算起来就大概是 15.734265K 赫兹。这个频率比起原来的 15.75K 的同步讯号，这个频率降低了 0.1%。由于这个频率偏差极小，所以既有的黑白电视里面的水平同步电路完全可以无痛的锁定新的 FH 频率。那这么一来呢，就解决了声音与 Chroma 讯号之间的拍差问题，也解决了彩色讯号与黑白电视之间的相容问题。那这个就代表新的彩色电视讯号就可以顺利的开播啦那同时也可以让既有的黑白电视顺利的观看。好啦，那我们最关心的 FPS 现在呢，终于可以好好的来计算一下。根据刚才的结论，彩色讯号的扫描线它新的频率是 15.734265K 赫兹。那一个画面我们知道有525条扫描线嘛，所以一个完整的画面它出现的频率就是多少？ 15.734265K 赫兹去除以525，那得到的答案就是29.97赫兹。有没有看到？就是它啦，看到了吗？原本在黑白电视定义的30 FPS， 它是为了要进入彩色电视的时代，所以呢才会修正为 29.97 FPS， 然后呢就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奇葩频率的由来。那这个看起来很相近的频率它的背后有藏着一串非常复杂的故事。那我只能说，当年参与其中的工程师，他们真的是一群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呐。那最后有一个未解之谜要来处理一下，就是这个 Chroma 的载波 FC， 它最后到底是落脚在哪里呢？为了要让 Chroma 的频谱呢能够跟 Luma 讯号交错摆放，这个 Chroma 的载波它一定就只能够放在奇数倍的2/2 FH。也就是你看135这样子这个地方，所以 FC 就会是一个基数，然后乘上2/2 FH， 就是4.5 MHz 除以286。那你把它整理一下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就是用几个简单的整数来表示。那问题就是，那这个基数到底是多少？最后呢，工程师他们呢是选择了455这个基数它可以分解成为13乘7乘5，所以呢，我们这个 FC 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5乘7乘9除以8乘11的这个频率。至于为何会挑选这些数字我找到的文献并不多啦，
据说是受限于当时震荡电路以及除频电路的技术，最后呢才选了455这个数字。那这么一来，电路所需要处理的频率倍数相对就是比较小的，所以 FC 最后呢就是3.579545 MHz。那这个东西也就是彩色电视讯号的波形里面它的 color burst 的频率，它是用来给后面的影像讯号当做相位的基准，这样子呢颜色才有办法解调出来。那以上的说明应该就完整解决了整个谜团。那我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29.97这个奇葩频率是怎么来的，那顺便也讲了一下 color burst 的频率是怎么来的。因为它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脉络的东西。那希望这一次呢，有满足到各位的好奇心。别忘了要记得订阅石头派电子实验室哦，拜拜。